没想到在台北也能看到奥地利国宝级的艺术品。上周六来到国立历史博物馆参加一场跨越200年的视觉盛宴，这是维也纳美景宫首度来到亚洲的特展，主题就是绽放。这次展览是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美景宫的馆藏，是首次在亚洲展出，一次带来超过60件以花卉为主题的真迹，时间横跨18世纪到20世纪初，等于用花卉带你走进将近200年的欧洲艺术史。整个展场依照时代分成6大区，从巴洛克一路走到现代主义，可以清楚地看到花卉题材的转变，从单纯的静物慢慢变成象征意涵，从写实描绘发展到抽象表现，一次就能看懂它的演变。一开始是巴洛克时期，这一区的花卉画得非常华丽，很多作品其实都带有寓意，像是时间流逝、生命无常等等，画面细节精致，整体氛围带着浓厚的贵族气息。接着进入浪漫主义，风格也开始变得比较抒情，也更贴近自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风格叫毕德麦雅风格。毕德麦雅风格流行于19世纪初，起源于中欧，特别是奥地利与德国一带。当时政治动荡逐渐平息，人们开始重视的是日常生活本身，像是家庭稳定性以及私人空间，而不再是宫廷的奢华。所以艺术也从贵族的展示慢慢转向平民的日常。像画家瓦尔德米勒就把花卉画得非常真实，几乎像照片一样清晰，连露水和叶脉都看得见，画面多了一种温暖贴近日常的感觉。花卉也不再只是摆在桌上的静物，而是开始融入风景和人物之中。接着来到所谓的美好年代，这其实是一个时期，而不是单一风格，里面包含了后期印象派、新艺术风格等等。这时代的作品变得更加华丽，装饰性也更强，强调生活的享受与城市的繁华氛围，像木下的装饰海报、罗特列克的咖啡厅场景，都能看到这种充满活力又带点浪漫的时代感。花卉在这个时候也偏向装饰与象征，画面开始趋向平面化与设计。再来就是印象派，这区的画作光影真的很迷人。印象派画家用笔触去捕捉光线落在花上的瞬间，颜色明亮跳跃，画面看起来闪闪发光，有些甚至用点描或比较松的笔触，让花卉呈现出一种流动感，好像真的在呼吸一样。这也代表了19世纪中后期一种突破传统的创新精神。接下来就是展览的重头戏啦，维也纳分离派以及克里姆的作品。古斯塔夫·克里姆是奥地利象征主义与新艺术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维也纳分离派的创办人之一。他的风格辨识度非常高，从早期偏写实的学院派，到后期充满装饰性与象征意义的作品，都展现出世纪末维也纳艺术的精华。在这次展览中，克里姆的作品只有这一幅真迹雨后，但它其实很值得细细观赏。这幅画没有大家印象中那种金碧辉煌的装饰，反而非常安静，透过细腻的色彩与光影，去呈现雨后那种微湿清新、万物苏醒的瞬间，会让人不自觉地慢下来。展览后面还有一个大亮点，克林姆花园沉浸式投影，整个空间被转化成它的花园，
搭配音乐与流动的色彩，氛围非常完整。那一区真的会让人停下来看很久，也能感受到克林姆如何把自然转化成一种带有诗意的视觉语言。另外也有埃贡席勒的作品，同样是花卉题材，但不同于传统的柔美，它运用强烈的色彩与夸张的描绘力，将花朵视为人类情感的投射，赋予花卉生命的脆弱与张力，甚至带有神秘与深沉的情感。不同于克林姆的金色装饰性，此区的作品反映了分离派末期走向现代主义的探索。艺术家们更关注个人意识与情感表现，花卉不再只是装饰，而是呈现充满内在生命的个体。最后到了现代趋势这区作品标志着从新艺术的装饰美学走向现代主义的心理表现。画卉成了画家情感与主观意识的载体，像是安德森白瓷花瓶里的花卉，不使用画笔，直接以调色刀厚涂颜料，强调题材本身的质感，展现强烈的绘画自主性。而费斯陶尔的红布上的花卉，红沙发上的女子，运用厚实而温润的笔触，强调花卉的重量感与物质存在。画面色块鲜明、浓郁且扎实，呈现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安定感与丰盈感。整体看下来，这场展览不只是看花，而是透过花卉去理解每一个时代的精神。从巴洛克的华丽、浪漫主义的抒情，到分离派的革新，以及现代艺术的探索，脉络非常完整。虽然克林姆只有一件作品，但整体展出水准真的很高，就算不是很熟悉艺术的人，也很容易被画面打动。维也纳美景宫百年花卉名作展展期到3月22日，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哦！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是马古鲁，我们下次见，拜拜。